在我看来，360度全景相机一直有个自己的圈子或者市场。那有的朋友会特别喜欢这种画面，有的厂商用它开拓了新的内容呈现方式，大赚特赚。那我说的是看房，那不是别的。那也有的朋友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小把戏，没有办法拿这种相机来拍一个正经的东西。那这些观点真的很难分出胜负，因为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从13360这家公司的角度来看，他们肯定是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适配尽可能多的人，这样可以卖更多，赚更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年他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，尝试在全景和常规视频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。那他们的 1RS 系列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，采用了模块化，用户自己根据情况可以选择全景和常规视频的模组，那卖的也确实不错。但是他们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，这次推出的这个 X3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，他们没有放弃一体化的解决方案。那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也会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放弃，因为这个形态其实很有意思，一定程度上能够诞生一些特有的拍摄逻辑，只不过还没有被影视这家公司给开发出来。我甚至在怀疑他们自己是不是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形态的一些可能性。我不知道，也许我们这个视频一探讨，然后呼声一高，这些功能就会被加上去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台全景相机就会有趣很多。那毕竟是到了第3代，这次 X3的整体设计和做工都已经相当成熟，熟悉的设计语言、优秀的握持感、10米的防水，以及这块超大的电池，几乎占据了机身一半的空间。那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代电池其实是变了，上一代电池没有办法兼容，所以恭喜你，你需要购买新的电池。更大的电池能够允许你持续录制80分钟的全景视频，但只不过和上一代是一样的，你还是没有机内存储，必须要购买 microSD 卡才能够录制。那我会推荐你买至少64GB 读出速度超过100兆的卡，不然后期导出的流程会非常的痛苦。那这里我会引申出一个他们很神奇的配件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外录读卡器。这听起来真的非常的离谱，因为无论你用 WiFi 或者是什么传输协议把数据弄到手机上，这永远是一个痛苦而且很慢的流程。所以13360他们就说，那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 USB-C 口把数据直接从相机里面给出来，然后外录到一张外面的 SD 卡里面，然后用户玩的一尽兴，只需要把这东西一拔，录出 Lightning 口，啪一下插到手机上面，这数据就可以被快速稳定的处理了真是太天才了！我敢保证他们的工程师一定插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腰。但是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有点难以接受，但我转念一想吧，这和很多相机上面插一个 USB-C 口的硬盘外录，它本质上没有区别。你觉得你会接受这种方案吗？那如果你是用手机来剪片的话，那我仔细一想，我觉得这还真的挺合理的。你不需要导卡了，对吧？你只需要在卡里面把所有东西剪完、处理完，只导出成片到手机上就结了，不需要占用空间，不需要这些流程，就是非常简单。那说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13360 X2 的那块屏幕，感觉更多是为了美感在实用性上做了妥协，无论是构图还是操作都很麻烦。那 X3 这次增加了2个物理按钮，放上了一块2.29英寸的超大触摸屏。这个竖着的屏幕确实非常适合全景相机，因为它可以把屏幕全部占满，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脸，也不至于像别的运动相机一样必须在裁切和黑边之间做一个取舍。那你甚至可以在拍摄的时候用触摸屏来调整构图，这样到了后期你的素材会被直接打上关键帧，帮你省下一些编辑全景画面的时间。但是我不喜欢这次增加的这个 Q 的按钮，这个快捷菜单按钮可以说是自定义，但是它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给你很多选择。目前只能用它来切换拍摄模式，但我更希望它能够允许我把它设置成一个录制键，或者是麦克风增益，或者是屏幕亮度。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个菜单，对吧？但现在你就是没有这个选项。那另一点我要抱怨的就是 X3 的 USB-C 口的位置，这次13360确实做了不少配件，比如刚才说的外录读卡器，还有这个麦克风接口，能够让你外置一些麦克风，其实也挺聪明的，能够把麦克风给藏起来，在全景的模式下是拍不到的。但是他们现在的位置都还是很尴尬的一个地方，如果你需要更换电池的话，你需要把它这个配件一个一个全部都拆下来才能完成更换。总的来说，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13360 X3 现在可以实现 5.7K 30帧的全景视频录制，7200万像素的全景照片，以及 8K 的全景延时摄影。这参数确实听着很猛，只不过分辨率它真的只是一个维度上的东西。尤其对于全景相机来说，你后期用到的画面绝对不可能是这个真正的 8K 的全部的画面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反映真实的画面素质，还是要看每一颗像素的质量。那据我所知 ，X3 这次两边镜头使用的都是4800万像素1/2英寸的 IMX586 传感器。那喜欢研究手机的朋友应该对这个传感器会非常熟悉，很多手机的主摄它都用的是这块传感器。那 X3 的画质自然也就是这个水平，当然不同的调教和影像处理器能拉开一些差距，但是也不会太离谱。这个你可以自己看，你觉得这个画面怎么样？
那虽说传感器比上一代 X2 要大了一些，理论上低光环境会有更好的表现，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，我只能说差距没有我想的这么大，你需要放大了看才能有一些区别。反倒是和他的好兄弟这个1英寸全景模块的 One RS 拿来一比，你就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。所以如果你在意低光的画质，并且预算充足的话，那 One RS 它就是更好的一个选择，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。那1330倒是确实挺愿意听用户的意见的。现在你可以直接进入设置界面调低 X3 的画面的锐度。那从我个人角度来看，这种所谓的低锐度画面会比高锐度要舒服很多。我就一直非常奇怪，到底是什么人群这么喜欢这种高锐度的画面？我还找了一些中年的朋友，我给他们看了，他们也更喜欢这个低锐度的画面。哦对 ，log， 这可能是我对Insta360影像系统最大的抱怨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相机上的 log 还是这么拉垮，和第一代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当初看到他们全景相机能够拍摄 log， 我非常欣喜。但是我用了一下之后，我的建议就是，请这辈子不要再开它了，开了就会变得不幸，断层、萎色，各种后期没有办法修复的问题，全部都会冒出来。所以老老实实设置标准模式，对 X3 来说就是最好的。X3 上面我最喜欢的特殊功能，看下来还是子弹时间。你可以把它装上这根绳子以后甩起来，你就可以实现 4K 120帧的子弹时间效果。这个视角还是非常酷炫的，你能得到非常特殊的画面。那当然大前提是你不把它甩到你朋友的头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Insta360在软件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，那事实上用全景相机拍摄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，我非常喜欢。只要拿在手上，你可以沉浸在面前的事上，而不是像常规相机一样绞尽脑汁去构图，去把它拿稳，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享受眼前的事物。所以我很多喜欢玩摩托车、还有养宠物、还有钓鱼的朋友都喜欢用这个东西，这都是它适合的应用场景。那只不过全景相机你前期拍摄的爽，到后期还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会变成一个痛苦的点。毕竟相比常规相机直接开剪，全景相机需要你花时间去不断的构图，再去调整，打上关键帧，再去导出，再到时间线上去正常剪辑。那Insta360非常清楚，只要能解决这个痛点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用全景来记录生活。所以现在它的 App 的确智能了很多，你可以快速框选人物或是汽车，让软件来帮你自动追踪，很少有跟丢的情况。你也可以借助全景相机的优势，快速导出多个画幅比例的视频，横屏还有竖屏都可以快速适配，来应对各种平台，这都不错。那可能我要抱怨一下的是它的电脑软件，虽然整体 UI 已经改善了很多，但是这个软件运行的效率我还是不敢恭维。比如跟踪一个人物，它甚至还没有我手机跟得快，导出一些画面也需要花上非常长的时间。那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达芬奇的插件，让我能够直接导入Insta360的文件到达芬奇里面，但是到现在也还是没有，已经过了好多年了。所以希望Insta360团队能够给电脑端的用户多这么一些的爱。其实讲到这里，我们也就会发现一个点，现在的全景视频很少有被拿来做 VR 的，更多的还是被用来重新构图，做成一个常规的2D 视频。那既然都这样了，如果用户就是想把 X3 当成一个常规相机来用，那该怎么办？那答案也非常简单，我只开一个镜头，那不就行了？那 X3 的单镜头模式虽然听的是一个很小的功能，但实际上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大，它本质上就变成了一个前后都有强力主摄的超级视频手机，我会这么定义它。那虽然参数上会有点遗憾，目前它只能拍摄 4K 25帧，但在使用的过程中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模式。那因为 X3 本身有着超广的镜头，所以 Insta360给了你充足的构图选项。那最离谱的视角是这个，就是叫做激光角的这么一个选项，接近170度的视角能够拍到前面所有的东西，这应该非常适合滑板或者滑雪的朋友。我还试了一下第一人称，这个效果也很酷，也许能用它来做一些像超人这样的创意视频。那只不过这个模式的缺点就是你只有 2.7K 的分辨率，而且需要后期进入到软件才能完成防抖，所以正常的使用，我建议你还是用这个常规的视角会更好一点。那另一点让我比较难受的就是当前 X3 的软件在进行单镜头拍摄的时候，它并不流畅。首先你需要停止录制才能切换镜头，其实你每次切换都要等这么2-3秒钟，这个看着是一个不长的时间，但实际上非常影响体验。你都要这样，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像手机那样做到迅速切换。那我甚至在想，如果说Insta360能够更牛逼一点，做到这个在拍摄的时候切换镜头，那这就会非常的带劲，这就是一种不会打断现场体验的唯一的切镜方式。正常你拍摄都需要把相机或者云台转过来，这中间的素材都是没法用的，但是它就没有这个问题。那也正是在用 X3 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竖屏拍摄也许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。当前 Insta360并没有做横屏的模式，但是你想一下，如果他们做了这个功能，我们就可以把这块屏幕全部用上来看构图，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我们可以横着来用这个相机，这个 Q 键可以变成一个录制键，这样给我的感觉，这样拿着很像是早期那种功能手机，
但这样握持拍摄的感觉真的很棒。我要切换视角，只需要按一下也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请求是不是很奇怪，各位是否赞同我的这种主意？不知道是否靠谱。但是 Insta360，如果你能够做一个横屏模式的话，我个人一定是非常感激的。那 X3 在做常规记录的时候，相比别的运动相机，最大的硬伤其实还是在于它的镜头保护。这没有保护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，这也是全景相机最大的问题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，做一个更加适合单镜头拍摄的保护罩，反而是在拍摄全景的时候，我需要把这个保护罩给拿掉，这样会更合理一点。因为全景保护罩本身就会损失画质，也会更难的拼接一点，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这样我在日常单镜头记录的时候，我会更自信地去使用它，把它往桌上或者沙发上一扔，也不用担心镜头会破掉，会合理一点。除了单镜头，这次 X3 还加上了一些新的功能，比如说自动跟随模式，本质上能给你一种像游戏里面的画面，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你自己。这算是一个有点新意的功能，但是我觉得它只能说有点新意，我不会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拍摄手段，毕竟它最大只能拍摄 1080p 60帧，也会看到一些画面修正的痕迹。所以到头来 Insta360 X3 它就是一台非常优秀而且易用的相机。那就像我说的，如果你想买的是一台全景相机，那我绝对会推荐它。3000块钱的价格，性价比很高，还可以拍一点常规视频。但如果你的目的是拍一个常规视频，那 Insta360 我觉得还需要加把劲，毕竟别的运动相机有着比它强很多的地方，它固件也需要再优化一下。如果能把我们说的那些功能给做出来，实现不间断的镜头切换，并且能够有这样横驰的这个拍摄模式，那我觉得它应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，哪怕是拍常规内容。那只不过还是这句话，任何没有出现的功能，你都只能当它不存在，你只能以它当前的状态来问你自己，我是否需要它。所以你觉得你会选择购买一台 X3 吗？欢迎告诉我们。那我应该会买一台来给我们的特效组来采集 HDRI 图像，这是我们用它最多的一个场景。对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 Insta360 X3 的上手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欢迎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这都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